快看，换成 Midjourney 把你的静态创作秒变影片，5秒短片从一张图片跑出来，就像你的画作活过来一样，是不是瞬间触动你的内心？嘿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炫创意，我是林汉。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刚推出就很吸睛的 AI 功能 ，Midjourney 的影片生成。先讲结论，它厉害是厉害，但你不要把它幻想成可以直接拍出《海贼王》真人版那种等级。现在比较像是帮你画好的图动一动，活起来的感觉。这支影片我会先讲它的功能，再帮大家实测，最后会讲清楚它的优缺点，值不值得你花钱。放心啦，不会一味的吹捧，该吐槽的一定吐槽。1、影片功能介绍 ，Midjourney 本来就是 AI 绘图界的扛把子，画出来的图超美，社群发一张马上被问在哪里拍的。这次他们杀进影片领域，功能名字很直白，就叫 Video VE， 用法其实很简单，你在 Midjourney 网站上选一张图，按下 Animate 按钮，它就会帮你生成5秒的短片。如果嫌太短，可以按 Extend， 每次加4秒，最多21秒。模式有2种，一个是 Auto 完全自动 ，AI 帮你乱抖一通，适合懒人；另一个是 Manual， 你可以加 Prompt， 像是镜头慢慢推进，夕阳光线闪烁 ，AI 就会照你的意思去模拟。动态还分 Low Motion 和 High Motion，Low Motion 比较保守，画面小小移动 ，High Motion 动作大一点，但也很容易变诡异小剧场。说白话一点 ，Low Motion 就像点饮料点微糖微冰，不出错但也不惊喜。High Motion 就像全糖刨冰，可能超爽，也可能让你后悔。2、实测，我来测一下。第一个 Auto 加 Low Motion， 画面结果是人物微微眨眼，背景有点流动，看起来安全，但也有点像 PPT 加了转场动画，感觉不到爆点。第二个 Manual 加 Low Motion， 我输入镜头慢慢拉近，最后镜头聚焦在眼睛。画面就真的慢慢推进，这就比较有感觉，很像在看大爱剧场那种慢速推镜头。第三个 Manual 加 High Motion， 我输入火风暴迎面而来，女主奋力阻挡。画面结果是动作比较大，但火风暴还不够强烈，需要再延长或修改提示词。但这个长度其实已经够做一个短片的片头或社群动态，放抖音 Reels 效果很好。这种体验其实就像你在夜市点一杯号称超大杯珍奶，刚开始觉得超爽，结果吸到后面发现下面一半都是冰块。表面很炫，但其实内容没你想象那么扎实。3、优点。1、美感高。Midjourney 的图本来就是 AI 美感天花板，现在做成影片还是一样漂亮。很多场景直接拿去 IG 或小红书发，10个里面至少有5个会问你在哪里拍的。2、操作超简单，跟 Runway 或 After Effects 比起来，完全不需要学什么轨道特效。这里就是一键，对一般人来说超省时间。就像减肥，你可以去健身房跑步流汗，也可以买号称3天瘦10公斤的茶包。当然 Midjourney 没有那么浮夸，但轻松感是一样的。3、黏著度高，因为图生影片直接在 Midjourney 生态内完成，用户不会跳去别的平台。这招其实很聪明，因为画图的人自然会想继续在这里让作品动起来。4、缺点。1、动作怪异，常常会有画面诡异的情况，比如人物眼睛乱转，背景的树突然自己飘，感觉就像你去看小剧场，演员忘词开始 freestyle， 你只能尴尬微笑假装懂。2、GPU 消耗快，影片比图像贵8倍，一个20秒短片就能把套餐烧光，就像在台北搭 Uber， 跳表才1分钟还没上高速，你就想下车。3、版权问题，有媒体实测过
可以生出迪士尼角色动起来，这在版权世界就是大地雷。你今天上传 YouTube， 可能明天就被迪士尼律师请去喝咖啡。5. 跟竞品比较 ，Runway 是专业级的，有全套后置功能，但你要有剪辑基础。Pico Apps 的动态更自由，很适合搞笑短片。Google Veo 和 OpenAI 的 Sora， 目前虽然还没全面开放，但画质和专业度都高很多。定位是电影级，所以 Midjourney 影片功能比较像美术系的同学做的毕业展览，画面很美，但你要他拍动作片还差得远。Runway 才是专业剪辑高手。Midjourney 定位就是快速生出漂亮又短的动画，拿来社群分享很适合。6. 案例展示，看几个官方 Explore 的案例。第一个是科幻城市动画，前5秒很像《银翼杀手》开场。第二个是人物特写动画，女生脸部细节非常自然，这一点真的值得赞，比其他 AI 动画好很多。第三个是卡通角色，像小熊维尼扭屁股，很适合做 meme， 只是前提是别被告。7. 总结一下 Midjourney 影片功能的优点是画面美、操作简单、黏著度高，缺点是画质太低、动作容易怪， GPU 消耗快，还有版权风险。适合的人是插画师、社群创作者，或是单纯想让静态作品动起来的人。不适合的人是要拍长片、要做专业影像的人。一句话总结， Midjourney 影片功能就是一个很会动的美图秀秀，拿来炫一下，社群发挥超爽。但想靠它做灌篮高手电影版，省省吧，把钱省下来买鸡排比较实际。你怎么看 Midjourney 的影片功能？你觉得它未来有机会变成电影级工具吗？还是只是玩票性质？在留言告诉我吧。如果你想要更多关于 AI 创作自媒体经营的内容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每周都会更新最新的实战技巧。这里是炫创意，我是林汉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